日本东京。今天的主人公是现在在网络上很火的视频 UP 主纳豆奶奶。这个是我给导演准备的，我的道具。讲话。OK。之前我发的那个9国渣男的视频，意大利的。妈妈咪呀，乔德雷西玛。他视频的特点是一个人扮演多个角色的精分视频。どれだけ時間経ったとしても、てちゃんを愛し尽くすなんてないよ。Which lucky gentleman can deserve you such a beauty？ なんで何カ国語も喋れんの？我觉得演一个印度的吧，印度的。Hello, you look so good. 就是这样。来，学一下。Hello, you look so good. No, good. 的是有一点 good. You look so good.いや難しいなこれ。你怎么学会了？我就看各种视频，然后自学嘛，然后觉得我好像找到了他们那个发音的要诀，然后就 good。演韩国人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韩剧的分儿。누나 어디가 소？ 당신은 정말 예쁩니다。这种感觉。做视频的一个气质是什么？你要这么说，我的话就是演戏。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看电影，然后就是模仿。我脑海里面会有自动的会去学他那个表情、那个神态，然后我也很喜欢观察别人，就是看他们的样子。やっぱりそうなんだ。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、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。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，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。这集我们将介绍纳豆成为人气 UP 主之前2年的艰辛历程。纳豆平日是普通的上班族。我现在在涩谷等那个纳豆奶奶下班时间，还没下班。马上8点了，她还没下班，唉。太晚了。今天加了1个小时。那个我去买一个盒饭可以吗？因为没饭吃嘛。去买。我等了1个小时。对不起，太晚了。就是你在日企上班是这样，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要加班。为什么你那么没有精神？精神你上完班好像总不可能这样吧？对不对？哎呀，没有便宜的了。这不是海鲜冻吗？这比较贵啊。我平常吃的都是200元的。你每天吃那么便宜的东西啊？不然呢？不需要。钱都是自己赚的嘛。今天你看我的双眼，你就知道，天天都加班。上班和你拍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嘛。你上班就是一直紧绷，是这样。但拍视频的话就是快乐。去年大学刚毕业的纳豆，为了签证，为了生活，必须要在日本企业就职。现在每天都忙于兼顾工作和制作视频。我给你看，这个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儿。你看，这边是往上的，这边这么大的位置，但是日本人一定不会，就是跑到这里来。是。日本人很讲规矩的一个很有趣的。对。那你也是，你也这样规矩，我可以啊。导演绝对是假的日本人，因为没人用嘛。一坐下就拿出手机的纳豆，他要检查这个星期将播出的视频的脚本，他不会浪费一点空闲时间。一边要在公司加班，一边还要坚持每周播出高质量的视频。你不知道我这2月养成了一个特别
特别牛的习惯，就是我可以4点起床。哦，就前2个视频都是4点起来拍。哎呦，然后拍完之后就直接去上班嘛。我知道了，你的性格不像视频里的你。我还是觉得是2面。我觉得我，你知道我的上升星座是双子座，然后我感觉我自己有点分裂，我是真的精分，就是有那一面，然后也有这一面。晚上9点到家，今天回来的算是早的了。海带吧，不好吃。晚饭是刚刚买来的特价便当，有点不新鲜。对，肯定的，这价格的海蛋肯定不好吃。吃完饭后又马上要检查发来的视频脚本。今天拍摄的主题是和春节相关的，但是他好像并不是很满意。喂，那个我感觉这期剧本还是有点问题，就是用钢花还是用钢弹嘛？因为我觉得钢花比较没意思。对，我就还是想改，但是因为时间又比较紧了嘛，我感觉要不要换一个主题吧？它可能就不一定是过年，可能是别的东西。对于网络视频来说，速度就是命脉，稍微错过了一点时机，观众就不会看了。纳豆认为春节这个题材有些过时了。辛苦了。哇，好喝吧？对吧？这个真的是好喝的，真的好喝。对，你不觉得这个不公平吗？我一直觉得还是不公平。你那么辛苦的做视频，如果你更专门做，就专注做这个视频的话，会更好吗？肯定，对吧？看我知道你的意思。其他的行业的话，你干那一件事就行了。对啊，做这个好的就是 OK 了，好卖吗？你已经做好的东西，而且受欢迎了。但是还是要别的工作。对，做好的杯子，如果好卖了，观众很多，粉丝很多，就可以卖，对，可以赚钱，对，可以赚钱。但是因为你的话，我的话，你不行，这个你不觉得不公平吗？可能我这样觉得啊，可能我们的快乐比别人多一点。也不一定啊，做久的人也快乐的，因为喜欢做久。我觉得自媒体，咱们做视频是一个成就感非常高的行业。这个能理解，对吧？你会觉得自己被别人需要。对，成就感非常大，特别大。真的。反正只有成就感，没钱，只有成就感。2年前，一边上大学一边开始做视频的纳豆，听说一直遭到了母亲的反对。因为他一直希望我考研，然后我又告诉他，我说我不考研，我要做我的视频，我要在这条路上走。然后我妈就不理解，他当时就每次打电话都会说我，都会骂我，然后就不理解我嘛，所以也很痛苦。这天，导演和纳豆为了互相激励一下，来吃好吃的日本东北菜。这2年你一直做视频吗？对。有什么经历过什么样的经验？我最开始做视频，我第一个视频是怎么出现的？当时我们是住在一个3万的那个非常小的那个叫什么？就是这么几平方米的。对，很小，然后就没有地方，我们就去朋友的家里面。然后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拍过视频，我们就每天骑车40分钟，冬天大冬天非常冷。去一个，因为那个朋友他已经回国了，是他留了一个破房子，然后我们把那个破房子打扫干净了一下，在那个地方拍。这是纳豆发的第1条视频。接着刀麦片。一开始他做的都是美食或者日本旅游的视频，但是那些视频并没有获得很大的人气。去年导演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说自己叫纳豆少女。跑起来，
跑起来，走走走。都是有钱人的地方。那边真的有钱，我每次跑步经过这里，我都看一下，哇，下次我赚钱了，我就搬进来。这边好漂亮，太漂亮了！你跑着跑着，心情就会变好。所以有些烦恼的时候，对，一边哭啊。有的时候会。为什么哭啊？就是我之前上一次特别难受，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外公就是突然一下就是脑梗死，我有很多事情，然后还有工作上的各种事情，视频上的各种事情，然后就觉得一下有点受不了，疯狂的跑了一下，然后挥洒了很多泪水。开始做视频之后，因为怎么也不火而吃尽了苦头的纳豆，半年前终于发现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。那就是这个精分视频，自己一个人以幽默的方式扮演日本人和中国人，于是开始变得有人气起来，隐藏的演技天赋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好的发挥。我们采访纳豆的最后一天，在纳豆田丁的家中。早上好。我一个人。今天一个人。因为助手他那个记错了地方，我跟他说他马吉，他去了马吉达。完全反了。对。我现在化妆。对，你化妆吧。导演给纳豆特意准备了早饭，就只有纳豆。据说刚到日本的时候没有什么钱，每天他就吃只要1块人民币就能买到的纳豆。你刚刚给我做饭了吗？对啊。真的。我做的。有没有搞错？我还以为你要给我做什么吃的，原来是纳豆。鲜鸡蛋和这个纳豆的搭配特别好吃。好吃吧？不好吃。不好吃吗？不是。你不是纳豆吗？不爱吃纳豆的纳豆。哎，我手机带了没？不知道。我手机好像没带。你还没回来？早一点了，这个就是我真实的状态。每天跑步。每天早上4点就起床，一直到要出门上班为止，都在做视频的纳豆。纳豆经常被时间追着跑。想问一下，纳豆在日本非常想家的时候会怎么办？跟家人视频吗？跟家人视频，减轻很多你那个难受的心。不过还有一个就是太难受的时候也不要找父母。突然变声音好小吧？没关系呀，没关系。为什么？大家都很安静。这是露露。不是，朋友和朋友在电车里聊天的时候，就是正常的可以说的。是的吗？对啊。这里有个假日本人。只有住在日本，非常了解日本人的他，才能做出现在这样的视频。纳豆的蜕变永不停歇。那你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？我都忘了这个节目这个最重要的环节了。对。我住在这里的理由，我觉得是梦想吧。梦想。就有一点野心吧，我想要让更多人知道我，更多人认识我，想要把我的想法告诉给大家。因为就是可能我做视频其实时间不算太短，但是其实真正大家知道我，也就是这半年的时间。有很多次想过放弃，然后就是很痛苦，然后会坚持不下去。那你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？
其实说白了就是4个字：出人头地。哦。然后我分享一个我爸爸给我说过的一段话啊。哦。他是说，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平白无故的横空出世，不过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必然结果。所有光鲜亮丽的背后，都透着无比的寂寞。但每段平静安详的努力之后，都映射着人生轨迹的跳跃。你要相信，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个平静努力的人。但是看到就觉得，这就是我。所以我要继续做一个这样的人。然后因为我常常其实我很痛苦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他们。然后他们会鼓励我，他们是见证了我这一路就是这么曲曲折折的这种路程。我到了。不是，导演再见。再见。那咱们保持联系。拜拜，下次见。那下次咱们一起喝酒。下次联系。这集的抽奖是这个。